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摆在面前呢有这么多的蜜粉饼，所以今天呢是关于蜜粉饼的一个分享专题。今天介绍的呢全部都是日系的蜜粉饼类的产品，而不是传统的粉饼。所谓粉饼呢，就是和粉底液一样，比如这款之前我介绍过的礼拜塔鲁，有明显遮盖力和颜色像粉底液一样的这种就称之为有色粉饼。而这些虽然看起来呢也是粉饼，但其实它们更多的是呈现皮肤透明感的，所以我们称它为蜜粉饼。之前呢我已经介绍过嘉利宝的天使蜜粉，那个时候呢就有人希望我可以做更多的关于蜜粉饼的分享，尤其对于油皮而言，蜜粉饼呢是显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维持你好气色的利器。那话不多说，就从一直以来都非常人气的伊大饼开始说起吧。伊大饼呢其实就是日本的elegance， 中文叫做雅丽格斯的蜜粉饼，它拥有这种华丽的金色外壳，然后里面的这个粉饼的颜色呢是五颜六色的，它也是为数不多蜜粉饼是有分6个色号的一个品牌。我之前介绍过的奥尔滨呢，它非常喜欢致力于和欧美的一些时装品牌合作。1990年由奥尔滨获得它的这个开发权，然后创作了这样的一个精致贵妇的彩妆品牌，而其中呢又以伊大饼这个蜜粉饼呢最受欢迎。伊大饼呢它有2个尺寸，我手上的这个呢就属于家庭装，有27克，是16500日币，大概合人民币860块钱，现在的汇率算是比较低的。外壳如果你有买过之后呢，你是可以买替换装的，叫 Lefill， 价格呢是14850，大概约人民币呢775元。雅丽格斯这个品牌很容易缺货，有的时候买替换装会比较好买一点。除了这种27克的家庭装呢，雅丽格斯呢也有8.8克小的便携款，只是8.8克的价格呢就要卖到11000日币，相比于27克的大包装来说是非常不合适的。它也是有那个替换装的，然后替换装的价格呢是9900日币，大概人民币516元。我对雅丽格斯的伊大饼算是蛮长情的，因为它应该算是所有的蜜粉饼里面，对于油皮而言可以持续让你的皮肤变得比较有透明感，或者说即便出油你的皮肤也不那么容易暗沉，有更好的这个肤色调节作用的蜜粉里头，我觉得雅丽格斯算是佼佼者。很多人去日本买，专柜小姐可能因为语言的关系，她并不会特别细说这个蜜粉到底要怎么用，按压在蜜粉饼的饼面上，然后旋转45度角，这个时候颜色就会陆续都沾到这个粉饼上，进行揉搓，将它们融合在一起，按压在你的手背上。其实蜜粉饼呢就是不会有很明显的妆效感，因为大家现在对自然妆感的要求越来越高，带有明显的这种光泽感，这是没有使用过的，这是使用过的，就是不会像粉底液那么的修饰感明显，很符合日本人喜欢的那种透明白皙感的肤色的要求。如果你是一个混合皮的话，局部有出油的状况，其实你可以考虑用刷子，官方也会有这样建议的用法，旋转然后稍微轻弹一下，在你的面部进行刷开，它有很薄薄的定妆以及更浅的修饰感，这样的上妆方式呢是会比较适合混合偏干一点的皮肤。一个粉饼的铁皮程度也可以见证你对它的喜好。雅丽格斯呢用到最后呢就会有这一圈是出不来的，并且会有很多块块的，它会容易往下掉。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还不想放弃的话，可以用化妆刷来使用。无论我们用哪个粉饼啊，其实粉扑的清洁都很重要。之所以看到这个粉扑是比较白皙呢，是因为我为了拍视频之前我把它洗了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就是你在旋转的时候它这个五颜六色在上面附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日常的话，每个星期最好都洗一下你的粉扑。持续不洗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以前的旧款，大量细菌的附着，所以洗蜜粉的这个粉扑是很重要的。伊大饼除了它美好的效果之外呢，更让人头疼的就是它的色号。国人一向都是喜欢白皙的肤色，无论什么肤色基本上都是买4号，所以我也不例外。最早开始呢，我就一直用的是4号色。其实以我的肤色的话，应该1号色会更加适合。那今天我想讲一下它的每个色号
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皮肤。首先我们看1到6号色，下面呢都会有重复的日文是 semi-matte 和次亚。semi-matte 的意思呢就是半亚光，所以伊大饼其实是没有传说中的全亚光的，它都是带有一定的光泽的，只是网上会说光泽就是珠光感呢会显得毛孔更大，而我所选的这个4号色呢就是次亚，它其实就是带有珠光感的。作为一款贵妇蜜粉，其实它的这个珠光感是很微弱的，只有这种光泽感，不会因为过分粗糙的那种珠光而显得毛孔特别粗大。1号色它适合大部分的皮肤，也适合初次想要购买伊大饼的人。从粉饼的颜色中看到它里头有绿色和红色，所以它其实是可以修正泛红，并且有明亮肤色的作用。而2号色里头有蓝色的色块，所以2号的话它适合暗沉蜡黄的肌肤，想要打造有气色但是不假白的明亮肤色。因为2号色里头也有蛮多的这种褐色或者褐黄色的这种色块，所以它更加的是一种自然明亮的感觉。我觉得如果你的肤色是属于自然肤色，然后又会有一些蜡黄，那么2号会更加的适合。3号色呢，同样是适合喜欢自然肤色，并且不想要有底妆感，只想要呈现透明感的。翻译的更直白一点的意思呢，就是感觉像没有化妆，但是又有少女的那种透明感。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先跳过4号、5号来介绍6号，因为1、2、3、6呢，全部都是属于 semi-matte， 就是半亚光。6号呢是适合在意毛孔跟油光的，所以油皮可以注意一下，它在控油的同时呢，可以呈现比较活力感的气色。那么如果你是油皮，然后你也不希望有特别夺目璀璨的光泽的话，那么6号其实更加适合在意毛孔跟油光的皮肤。回到4号，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呢，适合喜欢薄透细致且充满光泽透明感的闪亮肌肤。我其实也是毛孔蛮粗大的，为什么我会选择4号呢？是因为如果你和我一样是超级油皮的话，暗沉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我觉得我和毛孔已经可以达成和解了，因为你用不错的妆前乳其实是可以细微的让毛孔变得不那么明显的。那最后更多的是防止油光暗沉，4号就非常满足我的需求，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选的都是4号，它可以呈现充满光泽的透明感，并且是持续性的。5号呢就适合对于过分的亮泽和修饰很困扰，就是虽然它是属于次亚珠光这一类，但是从颜色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更加偏向于大地色系的一个粉饼。同时5号色也是日本人会比较喜欢买的一个颜色，因为日本人特别追求自然，这种亲肤色的组合呢，融合黄金珍珠的这种粉末呢，可以呈现低调的光泽感。1号和4号呢，真的是大部分人会选的颜色。如果你真正是自然的普通肤色的话，就不要特别执着于去选1号和4号，找到更加适合你的，它的持久性一样也会很漂亮。